友情保质期。兔子安迪是个非常胆小的人，每天从早到晚，他只会静静地待在洞口向外张望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会觉得安全。安迪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了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一个朋友也没有，他非常惊慌。于是他去请教大象爷爷。大象爷爷，为什么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却知道得到友情的方法。我的方法可不是白送的，而且不同的价格会得到不同保质期的友情。友情还有保质期？好吧，爷爷，我只带了一只苹果，我把它送给您吧。那我就告诉你1星期保质期的友情吧，主动和小朋友说话。安迪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鼹鼠罗杰斯骑着自行车从对面过来。罗杰斯，你干什么去呀？我去看望姑妈。安迪，你爱说话了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安迪还在睡觉，罗杰斯带着几个朋友来找安迪玩。安迪，我们现在想打扑克，但是少了一个人，快起来跟我们一起玩吧。不行，我还没睡醒呢。哼，不玩拉倒，以后我们也不陪你玩。这下安迪又没朋友了。于是这天下午，他带了整整1篮水果去找大象爷爷。安迪呀，你找到朋友了吗？找到了，大象爷爷。但是上次的友情保质期太短了，我想要更长时间的。这些水果是我带来送给您的。大象爷爷发现安迪脖子上戴的金色贝壳项链很精美，就想看一看。咦，安迪，你的脖子上戴的什么呀？可以让我看看吗？不行，爷爷，这是舅舅给我从很远很远的海边捎来的金色贝壳，是我最宝贵的东西。好吧，那我交给你1年保质期的友情吧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，并学会赞美。谢谢大象爷爷。安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遇见找人打羽毛球的多多。多多，你干什么去呀？我想找人一起打羽毛球，怎么样，安迪？和我一起玩吧。瞧，我的大尾巴可是最好的球拍。多多的大尾巴真是非常棒的球拍。就这样，2个人快乐地打了整整1下午羽毛球。多多，我喜欢你的大尾巴球拍。谢谢，安迪，你打得也很不错。第2天傍晚，多多邀请安迪到河边自己铸造的堤坝上看日落。他们一起说了好多心里话，从此就成了形影不离、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谢谢你，多多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也要谢谢你，安迪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转眼1年过去了。这天，安迪去找好朋友玩，刚刚走到多多家门口，就听见多多和妈妈在说话。妈妈，你能让爸爸给我买一块安迪戴的那样的金色贝壳项链吗？我太喜欢了。那种贝壳只有海边才有呢，不如你向安迪借来玩几天好吗？安迪听到这里，赶快用手抓紧贝壳，然后扭头就往家跑。这时，多多正想去找安迪借贝壳，一出家门，正好看见安迪的背影。哎，我以后不想找安迪玩了。从此，多多不想找安迪玩了。安迪呢，怕多多借自己的贝壳项链，也不敢去找多多。就这样，安迪又没有朋友了。我不能去找多多，如果他向我借项链，该怎么办呢？又过了很长时间，安迪觉得没有朋友的时间太烦人了，他只好又去找大象爷爷。大象爷爷，您能教给我得到永久保质期友情的方法吗？
可以呀，但是这次你要送给爷爷什么呢？安迪有些舍不得的摘下脖子上的贝壳项链，递给大象爷爷。爷爷，我觉得永久保质期的友情比这个贝壳项链珍贵多了，所以我想把它送给您。哈哈，你的心愿就值永久友情的价格了，所以谢谢你，安迪。你的金色贝壳我不要，只要你舍得把它借给多多玩几天就好了。安迪也是来找大象爷爷要永久保质期友情的，现在你就是我永远的朋友。太好了，我有永远的朋友了。多多，我的贝壳项链借你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从这天起，安迪的朋友越来越多了。每天大家一起去上学，一起放学，一起玩游戏。罗杰斯、多多、聪聪，咱们去上学喽！来啦！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结束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友情不是通过交换或索取获得的，而是需要主动付出，真诚相待，学会分享和包容。只有放下自私和顾虑，才能赢得长久而珍贵的友谊。